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碧云社区啊，这边呢有一个叫碧云体育休闲中心，其实就是配套的一个小的商业中心啊，有金桥股份开发建设的。外面呢是一个体育公园，这边呢是一条小的商业街，室内的啊。这边呢有一些意大利餐，也有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料理啊。再往里面走一走，等一会儿呢，准备在这里用个餐。除了几家餐馆呢，还有一些做美容护理的小店。整条室内的商业街啊，也就是100来米长吧，不经逛啊，一会儿就走到了尽头了。这边呢，有些体育用品店以外啊，这边还有一个室内的游泳场，可能这就是把它定位为一个体育公园的原因吧。相比这条显得有点阴郁的商业小街来看，外面要阳光的多，大片的绿地、水面，还有喷泉，还有在太阳底下各种活动的人们。咖啡店啊，到了晚上就是酒吧，那吧台后面的墙上都是各种酒类啊。美甲店，卖一些时装的小商店啊。两个爸爸的寿司店，左手边的是泰餐冬阴功啊。这边呢还是有2个比较大的，像是一个教育中心啊。我看不单是教文化，还教演讲。
这边还有一个图书馆，每月图书会啊，还不错。整体来看呢，除了那几家餐馆以外啊，其他的商店啊，相对都比较萧条，肯定跟这个疫情啊有很大的关系啊。这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看来呢，吃饭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啊。很多店呢以前来过，也都吃过，所以呢，今天就尝一尝美国那家德州风味的西餐店啊。好，现在我们进入到这叫 Peter 的德克萨斯州风味的餐馆用餐去了。好，现在呢，我们从那个美国的西餐店吃完饭啊，准备呢走出这个碧云体育休闲中心，门口居然还有一个外币兑换店。走到外面呢，就是阳光灿烂了啊！就一个月在外面上课的时候。现在呢，我和我太太兵分两路啊。我呢就到对面这个蓝颜色的家乐福停车场去取我的单车，我太太呢就到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啊，两不误。我准备呢在碧云社区啊骑行一段，因为上次专门到这边来骑行呢，骑行了2段路啊。可是，在碧云社区这边的骑行呢，因为拍摄内容的损坏啊，就没有录全，我就没有做在碧云的一个骑行视频啊。今天再来补一段。嗨，大家好。刚刚呢，我就已经来过了这个碧云体育休闲中心啊，在这里面呢，和我太太一起吃了一餐饭。现在呢，我在饭后啊，
在这个体育中心边上的公园呢骑行一圈啊，一个呢也是消消食，饭后活动一下，另外一个呢也是补拍一下我上一次啊来这边骑行啊没有拍到的部分。其实呢是拍到的一些视频出现了损坏啊，就放弃了那一期的视频。当时呢我也跟大家有承诺啊，说有空再来碧云的时候呢就补拍一次。今天呢我就来实践我的诺言。刚刚呢我在这个休闲中心的里面啊望出来的这片水域，这边呢不但有喷泉，还养了好多的锦鲤啊。对面呢就是一个健身中心，底层呢是室内的游泳池，应该是一个恒温的游泳池吧，对吧？这边呢有一大片的草地啊，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肆意的玩耍。我本来按以前的习惯就。碧云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啊，上海市政府牵头在浦东建的最大的一个国际社区。说它是国际社区呢，一个就是它依照西方人的一些传统的生活的理念啊，专门设计建设的这一片低密度的社区。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商业的配套啊，并且呢引进了好几所的国际学校。正因为呢有了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安排啊，所以就使得这边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一片深受啊在上海的外籍人士欢迎和喜欢的这么一片居住的社区啊。这边呢是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叫迪卡侬，边上呢有一些这样的设施啊。这边呢我就准备啊骑到马路上去。今天碧云社区边上的这片公园啊非常热闹，除了以前就来过，以前就知道这一大片的花店以外呢，今天在这个大草坪上啊，有很多的帐篷聚集了人气啊。那我们就随着大草坪边上啊这条绿荫中的马路呢，在这个体育公园配套的绿地里面骑行。今天确实非常热闹啊！你看，多少人在这边搭帐篷啊，还有吊床啊，不亦乐乎啊！相信不一定是本地人啊，很多也是到这边来休闲的市区的其他地方来的人。虽然已经入冬了啊，这几天的气温呢还可以，今天大概最高有20来度，所以大家呢也抓住一个可以出游的好时间啊，抓住休闲季节的尾巴，尽可能呢到室外来多活动活动。
确实呢，有一个体育公园的样子啊。除了绿地以外呢，刚才看到有很多的篮球场啊、网球场啊，大家呢可以在这边打球，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啊。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或者带着孩子来的家庭来讲呢，就在这个步道上走一走啊，看看边上的小河景也不错。整片公园呢，正好是在一个高架桥的一侧，正好呢有一条小河啊。稍微有点煞风景的呢，就是马路边上在施工的这种机械的嘈杂声。这边呢有一个小清水平台啊，我们也来观望一下。这个小溪、小河里面啊，还有很多的睡莲，太阳照耀下面啊，反射出的那种光线啊，非常柔和，很温暖。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碧云体育休闲公园的一部分啊，室外的绿地。人都一样啊，在满足了生存的条件以后呢，肯定追求就是休闲啊，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不仅仅需要一日三餐温饱啊，还有更多的呢是需要有文化设施、体育场所。哦，这边有更大的一片绿地啊。人和狗呢一起在嬉闹啊，有玩飞镖的、飞碟的，狗狗追着那些飞碟啊到处跑，看看这些狗撒欢的，比人还开心，呵呵，难得看到的一种景象，非常像在国外的一些社区里头见到的那种景象。虽然这边的看到都是亚洲面孔啊，确切讲应该都是本地的中国人，但是呢，大家到这边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沾一些国际化啊，在一种国际化的氛围里面，到这边来度过一个下午，感受一些不同的气息。我呢，继续利用骑行的方便，肆意的在这个体育公园里面随处的转转，非常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啊、自由自在的氛围。
再一次路过这边大草坪啊，你看左手边阳光下绿荫草坪上搭了那么多的帐篷，很多的家庭在这边亲子活动啊。对，你不看了就回家，不好了。整个公园呢，应该还在往更大地方扩展延伸啊。这边呢，应该还在修建的途中啊，我们就不要再往那边去了。左侧的这条高架路啊，就是中环路，上海介于外环和内环之间的交通要道啊。这一段呢，看来还在施工当中，发出一阵阵嘈杂的机械的声音。我呢就希望顺着这条大马路啊，围绕着碧云国际社区呢骑行一圈啊。经过了这一段非常嘈杂的施工路段啊，这边呢就是红枫路啊，从这边开始呢就是碧云国际社区了。骑过这段蓝天路啊，蓝天路上呢有一个地铁站，就叫蓝天路站，应该是最近碧云国际社区的一个地铁站啊。现在呢，实际上我在这个国际社区的外围，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些建筑风格呢，跟市区里面有些不太一样。右手呢是金桥国际公寓，应该也是金桥股份开发的一片商住用地啊。这边马路上呢，时不时会遇到遛狗的老外。这边呢又到了碧云路啊，我们现在呢顺着碧云路右转，这条碧云路呢肯定就是碧云社区的主街了啊。因为上次呢，在这条路上也专门骑行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是通过一下而已。顺便呢，也可以看看啊，街道两边的一些商店。这边呢，有一些国际医院。在这些呢本来密度就比较低的社区的沿街的路边呢，有很多的商店啊。你看这些名字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外文的名字，可能也是各国的风味的料理吧。
种满梧桐树的这条街道啊，有专用的骑行道，在这种林荫道里面骑行啊，感觉非常的舒适。到了南安路呢，就又回到了刚刚的碧云体育休闲中心旁边的绿地了啊。这边呢，同时应该还是上海浦东威德学校的活动场所。右手边呢，就是刚刚我在里面吃饭的碧云体育休闲中心了。现在呢，我经过家乐福停车场，继续呢沿着碧云路骑行一段。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是乘坐地铁啊，到了附近的地铁站，租了共享单车，到这边呢来骑行了一回。今天呢，我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现在呢骑着我自己的小折单车啊，更加自由自在的饭后在碧云社区闲逛一圈。你看右侧的这些房子啊，应该都是整体开发的公寓啊。这种款式呢，深受外籍人士的喜欢。底下呢，也有不少的商店啊。这个社区呢，从那些招牌上就可以看到，各种服务的设施还是蛮齐全的。这边呢就到了德威英国国际学校了啊。从这个低矮的栅栏啊，可以望到整个校园。从建筑风格来讲呢，完全是一种欧式啊，我相信呢应该是英国式的一些建筑风格。这家学校呢，在闵行啊其中村专门有一间分校，或者说是姊妹学校啊。
在铺满着这些梧桐树落叶的小道上骑行啊，真有一种来到异国他乡的感觉啊。右侧呢就是德威学校的校园，应该现在的正门的入口啊就在这里了。这边呢就是它的正门的入口啊，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现在这些外籍学校啊，不可以直接叫什么美国学校、英国学校了，都是叫外籍子女学校。这边呢又是一个门。哦，这里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啊。应节的圣诞的这些装饰，看到有一位骑绝对单车的小伙子啊，也是一手拿着一个相机在拍摄，突然发现他的单车跟我单车是一种款式啊，而且是一样的油程率。想来也是专门到这边来拍视频的啊。这边呢就可以经过很多的低密度的社区啊。大饼啊，是拧定拧的。这边呢已经到了明月路啊，我就懒得到马路对面去了，顺着这条明月路向前骑行一段。这边呢就是一些住家啊社区的入口，里边呢都是一些花园洋房啊，别墅式的独立房或者是连体房。在这样幽静的街区啊，随意的骑行，很休闲的感觉。时不时呢，就会遇见一些跑步过来的跑手啊。骑过马路去，对面呢就是协和国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这个协和学校啊，看上去占地面积也非常的大。总之呢，在碧云国际社区里面转了一圈，最重要的，他们的生活设施、子女的教育，还有他们的医疗服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的配套设施啊。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整体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让那些外来的外籍人士呢，能够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就跟我们中国人到了世界各地啊，在别人的国家建了好多的中国城、唐人街啊，那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吧。这边呢是金桥钻石碧云苑服务公寓啊。我又回到了碧云路上啊，为了增加一点骑行的距离，我就继续呢顺着这条碧云路啊再骑行一段。现在我在这条红枫路右转，整个街区呢都掩隐在绿树绿叶丛中啊，整体给人一种心态容易平和的感觉。想必呢，两边的这些商店啊，这些商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啊，可能服务的客户的群体也有所不同，应该也适应了这种相对比较慢节奏的商业氛围了啊。
虽然这边呢比较少一些高楼大厦啊，都是一些低密度的独立房的社区，或者呢是一些低层的公寓，但是呢，相信啊，这是很多人喜欢的这种比较安静的环境。但是呢，对于那些习惯于中文的社区，靠人多势众、热热闹闹做生意的这些老板们呢，可能是一种挑战啊。我们在锦绣东路这边呢，就掉头回去了。从这边呢，还是可以看过去啊，有一些高楼，那个呢就是金桥的中心了。在我的右手边啊，上次来的时候呢，也无意当中发现这边有一个中欧国际商学院，在这个地方。右手边呢有一家政府的大型医院啊，叫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这边呢是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建的一个国际医院啊，也是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有这种专业的医疗机构作为健康的保障啊，应该也是让大家能够在这边住得安心。这边呢，不仅有文化设施啊，还有一些宗教的场所。你看，这边有个叫洪恩堂的，就是一个教会啊。具体呢，到底是哪一个教的教会啊，或者是哪个教派的教会呢？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呢，就在一条街外面还有一个教堂。看来宗教教堂之间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信众，也会有一些竞争啊。从这些街边的商业设施啊，这种欧式的房子啊，就会让人有一种误以为生在欧洲某个小镇的感觉啊。
刚刚还说啊，一个街区之外呢，就看到了另外一座教堂。我呢就不再闲逛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现在呢，我过了马路啊，再顺着这条碧云路骑回我刚才停车的家乐福停车场去，很轻快，也是很畅快的一段骑行，没有什么目的性啊，只是呢吃完饭以后的一段悠闲的骑行而已，适当的活动一下身体，同时呢也展现一下金桥国际社区的整体的氛围、街景，还有这个路上行走的人们。如果对这边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赏，你们的观赏、点赞、订阅呢，都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呢就拍到这边，下回再见，拜拜。